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啊，这是一句生活的至理名言呐。其实整句话是这样说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呐。这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臣呐，曾国藩说的。曾国藩这位古贤呐，不简单啊，他是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啊，运筹帷幄啊，进可攻，退可守，能把进退取舍的战略呢，运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所以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啊，这就是曾国藩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自古以来啊，很多的功臣里面呢，能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呢不多。我们现在来解析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这句话讲的是做事的方法啦。大处着眼的意思就是说，做事要有大格局的观念，要中观全局啊，整体考量啊。古今中外能够成大事者呢，无不是高瞻远瞩啊，能用长远的眼光呢去看待一切事情。那小处着手的意思是，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非常稳健踏实，连微小细微的考虑呢都很周详啊，不但不忽略，还要很用心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办活动啊，虽然万人响应，但是无人到场，这样也是很不务实，也是很不好啊。人最忌讳的是什么？闭门造车啊，坐井观天，眼高手低。这样的人呢，因为格局小，心胸不开阔，往往都是在镜子里面找人都在同温层里呢取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走不出自己的象牙塔，容易造成与人群脱节而不接地气这样的人呢，也由于主观性很强，判断事情很武断，往往忽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很重要的细节，结果呢，一步错，千步差导致呢失败收场这种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屡见不鲜香港首富李嘉诚他年轻的时候是从推销员做起但是他能够从推销员一步一步走到商业领袖的地位，这个跟他有过人的眼光是密不可分的。李嘉诚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除了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之外呢，还懂得随时抬头看看，审时度势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他能够长远的思考问题，看待事情，拥有独到的眼光加上见识广、格局大。这样才能够把握成功的契机那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跟曾国藩是一样的都是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了。好，那下面这一句呢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勤具守口的意思就是说，警惕我们一个人若是在人前肆无忌惮口无遮拦表面上虽然是道貌岸然也很会遮掩但从言谈中呢，让人看出他心念是不正的，而他自己也显露出这样的习气，却不自知人家看到也不会去讲你因为人家也想修口业嘛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因为口无正语也不懂得闭嘴而招人厌恶勤具守口的意思不是说要在众人面前当哑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明白。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意思是说，开口动舌的分寸要掌握拿捏得很好。有时候可以畅谈，有时候就要闭嘴，有时明示，有时候暗示，有时候多说无益就要少说为妙那不该讲的时候呢，你讲太多，就好像把自己置于亮处造成敌暗我明，而暗箭难防所以勤具守口就是提醒我们
要学习人稳不言，不要多嘴，因为言多必失啦。好，接下来独处守心啊，这个意思呢一听就知道它的意思了。独处的时候呢，就算别人看不到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本心。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以佛法的来讲，就是严守戒规的意思了。所以曾国藩这句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跟佛法所说的守好身口意三业呢，也是相通的。好，我们再讲一位古圣先贤呢，就是曹操。曹操是三国时代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曹操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山不厌高，就是说高山从不会嫌弃自己高度太高了。那海不厌深呢，就是大海也不会嫌自己的深度太深了。这是曹操用高山跟大海呢来勉励自己，要有高耸跟深广的胸襟跟气魄。不止如此呢，还要周公吐哺什么意思啊？向周公学习如何广纳贤才，建立功业。为什么要向周公学习呢？因为周公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为了专注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吃一顿饭可以3次停止进餐，就为了要聚精会神的听取对方的谈话。就因为他可以这么放下身段，谦卑学习，用心倾听尊重别人而赢得了民心贤人志士纷纷臣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所以他们所说的名言都成为我们甚至是许多政治家的座右铭其实这些古圣先贤严格说来呢，也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跟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很多都是相通的，非常奥妙。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嘛。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自然就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儒家、道家、佛家或者孔子、老子、佛陀或《论语》跟《近世语》呢，都是殊途同归最后都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令人拍案叫绝。这些古贤大德的人格特质都离不开虚心、务实、谦卑这种修养他们的身教跟言教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一山总比一山高千万不要孤芳自赏，自觉高人一等而高高在上有一位教授雇了一个船夫划着小船去游湖，沿途呢风光明媚，风和日丽。那教授就跟这个船夫呢聊了起来。那教授呢就问了船夫说：“船夫，你会数学吗？”那船夫就回答：“哎呀，我没读什么书，不懂数学啦。”教授就说：“哦，不会数学哦。那现在大家都在玩电脑，你会电脑吗？”船夫说：“哎呀，我老出一个电脑更不会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数学不会，电脑也不会，你的人生已经失去30%了啦。”笑这个船夫船夫就让他笑反正我们就是没读书的人嘛，对。船划着，不知不觉呢，划到了湖的中心离岸很远这个时候呢，天气忽然变了，乌云密布，打雷刮风，强风暴雨即将来袭这个时候船夫就很紧张，就问教授：“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回答说：“我没有学过游泳，我不会游泳。”这个时候这个船夫也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游泳也不会，你的人生即将失去100%。”
这个时候会游泳比数学跟电脑都来得重要啊！不会游泳你就没命了嘛，对不对？还有一次啊，一个大学生啊遇见一个农夫啊，就跟农夫说啊，农夫，我们各出一道题目来问对方。如果我问你，你如果答不知道，那你就输我台币100块啊。如果你问我，我答不知道，这个算你厉害，我输你台币1000块。好，那大学生就先问农夫啦。好，请问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农夫就回答说：“哎呀，我每天只知道种田，我怎么会知道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就回答说不知道。就输给大学生100块了，农夫输100块啊。现在换农夫来考这个大学生啊，农夫就问这个大学生说：“请问你，有一种动物啊，上山的时候是8只脚，下山的时候呢变成7只脚，请问这是什么动物？”这个大学生就在想，我大学有念过生物嘞，天上飞、地上爬、水中游的这些动物我都有学过呢，怎么没有听过这种动物上山8只脚，下山变成7只脚？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只好硬着脸皮跟农夫说不知道。农夫说：“来1000块来。”那农夫赢了1000块，很高兴要回家啦。心里想：哇，这个比种田好赚啊！随便出一个题目就赚1000块，转头就要回家啦。那大学生看这个农夫要离开，马上把农夫叫回来。等一下，农夫，我都输给你1000块啦，你至少告诉我答案嘛。这到底什么动物啊？农夫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比起来，谁比较有智慧啊？农夫比较有智慧啊。所以智慧跟学问、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甚至跟地位也无关啦。地位高的人他不一定智慧高啦。所以不能太势利眼了，狗眼看人低啊。所以不是常说嘛，山外还有一山高啊，水外还有一水深啊。这些都是用来劝诫人的，要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自大，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很有财富，或者一旦被重用，处在高位呢，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要这样，要知道外面比我们能耐更大、才华比我们更好、财富比我们更多的人多的是啊！只有不断的虚心学习，充实自己，人格才不会跟人家差太远呐。六祖坛经里面有讲一句话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人有上上智，上人有没意智。这句话我们曾经提过了我们再重点提一下，意思就是说，想要学习无上的菩提之道就不能瞧不起初学者。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啊，地位尊贵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同理，资深的志工不可以轻视新进来的志工，新进的志工也要懂得尊重资深的志工，谦虚向他学习。那刚刚前面提的那个农夫跟船夫，他们也都没读什么书啊，但智慧不输给我们啊，不是吗？佛陀曾经说过，事小不可轻啊。什么意思啊？不可轻忽小龙，小龙将来也会成为大龙。小王子也不可以轻视他，因为小王子将来会成为国王另一个不可轻视的就是小火也不可以轻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小沙弥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和尚、大法师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所以不能比别人多读一点书就看不起别人了，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可以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在人前自夸口好说己长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长虚心的人呢，常想己之短；那骄傲的人呢，常夸己之长差在这里吹嘘自己有知识的人呢，
等于在宣扬自己的无知啊。其实有时候构成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已知道的东西哦，而不是不知道的东西哦。构成我们最大的障碍啊。有些人的书读的越多呢，对事情的看法就越是执着，反而造成障碍啊。这就是我们佛法上所说的所知障嘛，也就是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反而成为我们的障碍啊。读越多，障碍越多，所知障。就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呢，问他的老师父说啊，师父，我跟你学佛，跟你修行几十年了，我觉得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好学了。我想去外面呢，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外面学习。就跟老师父这样子提嘛。这个老师父就说：好啊，你觉得在这边都没什么好学的吗？好，那没关系。你要出去之前呢，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情。来，你去拿一个脸盆过来，脸盆。那年轻师傅就照做了，拿个脸盆过来啊。老师傅说：来，请你用大石头放满在这个水盆里面，把它放满。那这个弟子照做了啊，就把大石头放在这个脸盆里面，放到满满的，放到放不下去的，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傅就问他说：这样大石头装满了吗？这个弟子说：满了，师傅，满了。那个师傅就问他说：好，那再拿一些小石头放进去，把脸盆放满。大石头放过又还有空隙嘛，对，还可以放小石头。哇，那个小石头又放得很满，放得很高，再放就滚出来了。那师傅说：现在这个脸盆满了吗？这个年轻比丘说：满了，不能再放了，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傅说：来，再拿一些沙放进去，把它放满。小石头放满了，还有空隙啊，还可以放细沙啊。本来小石头，后来放沙进去呢，结果沙流进去那个石头缝里面啊，一直装装了不少，放了很多沙，哇，里面的空隙都填满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师傅再问他说：这样这个脸盆满了吗？年轻师傅说：哇，这次真的满了，你看都没有空隙的，都是沙，满满的，没有空间的。这个时候老师傅说：来，你去拿一桶水来，把它浇上去。这小沙弥呢，就水倒进这个脸盆里面以后，结果那个细沙全部流到那个细缝里面去了，还有空间。这个时候，这个年轻师傅呢，恍然大悟了，马上向师傅呢忏悔了，自己真是太傲慢了，太自满的了，太不够虚心的了。所以这个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子，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了，没有必要再学了。所以真的是学无止境的，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啊！理想或梦想啊，再怎么远大呢，也是要从小处去着手啊，不能眼高手低啊，更不能画饼充饥，在地上呢画个饼，想要来解除饥饿啊，这个是用空思妄想来安慰自己啊。太不务实了啦！纸上谈兵也是这样的道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呢，他不会纸上谈兵的，他会沙盘推演。但是沙盘推演跟纸上谈兵不太一样所以实事求是的人比较务实的人，他不会画饼充饥啊。《三国志》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啊：“选举莫取有名。民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了里面这个选举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说要参选要竞选而是指什么？选拔人才、推举人才、推荐人才的意思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一个人是要用他的真才实学，不是用他的名声或名气。如果推举人才只是单凭这个人的名声跟名气呢，就会民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名声或名气就像画在地上的饼是不能吃的，也就是好看不能吃啦，重看不重用的意思啦。如果有了胡子，就算是学识渊博的话，那三样也可以去讲课啦。
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不是看外表或看名气，看他的真才实学。我们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现在很多人呐，很多名人呐，包括网红啦、艺人啦、名嘴啦，甚至政商名流啦，这些都是名人等等，很有名气啊。但有真才实学吗？这个就很难讲啊。有的没有了啊。那同理呢，名医就一定是良医吗？名师一定是良师吗？名人就一定是好人吗？名嘴就一定是好嘴吗？这些都很难讲了。所以我们才说名医易找，良医难求。每一个外科医师都可以把手术开得很好，因为这是他的本行啊。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开呢？这个就跟这个医师的良心有关了。我们也说什么做经师易，做人师难呐。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这个叫做经师。老师自己做到了身教，在以身试教，这个叫做人师。同理，现在社会是名嘴太多，好嘴缺货。名嘴是口才好，口水多；好嘴是口德好，法水多。两个不太一样。所以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啊。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呢，做人处事要务实踏实，不要虚有其表，不要名实不符。自信满满当然是很好啦，很有自信嘛。但过头了变成自满，这个就很不好。所以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变成自满。这句话是我自己的自我提醒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但是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信满满而变成自满，这个就不好了。佛陀曾经以陶罐来形容4种学佛的人。第一种破洞的陶罐，什么意思啊？听进去的法马上漏光光啊。第二种呢，裂缝的陶罐，它不是破，它是裂缝的陶罐。听进去的法呢，慢慢的漏光，不会马上漏光，慢慢的漏。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心中装满自己的知识、定见、主观，而没有空间注入正法啦。第四种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什么意思？随时可以净空自己，然后随时可以注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对内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把这个水集出来去净化别人。那第三种这个满水的陶罐呢，就是自信满满的人呐。看似自信满满的，实则自满，恃才傲物自视甚高心中充满了我见跟我执。那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种人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这个是虚心的人。虚心里面常常放空，常常净空自己，所以这种人是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所以他也很容易跟烦恼说再见，没有烦恼所以这4种学佛的人呢，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有在学佛的人都知道一个佛典故事就是佛陀一生下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人说哇，佛陀怎么这么狂妄自大讲这句话？其实是我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唯我独尊的我不是指佛陀自己这个人的我，不是，而是指人的本性跟佛性。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就是天上天下唯佛性最尊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学佛的人都懂这句话了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与自性人皆有之
不止佛陀有，我们也有啊。那所以才说人都可以成佛嘛。那不可证得啊，南因妄想执着不可证得啊。这个不可证得的意思就是说觉悟不了啦，证悟不了啦。那为什么觉悟不了、证悟不了呢？因为妄想执着太多，常常是明镜蒙尘而昏沉散乱了。简单讲2个字：无明。一旦开窍了，由迷转悟了，由黑暗变光明了，那觉悟了就是佛，就是智者。那不觉悟的话，还是众生，还是凡夫。觉悟了就是救了自己，那不觉悟呢，佛在都没用，都救不了你，因为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要觉悟或解脱，就要靠自己，也就是靠自己救自己啦。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收回来，做一个结论啊。唯我独尊可以把它解释为唯本性最尊，或者是唯佛性最尊呢。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懂了嘛。佛性跟本性嘛，就不会误解说佛陀是狂妄自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本性跟佛性嘛，不是只有讲佛陀而已啊。那佛陀是这么慈悲为怀的觉者跟尊者，怎么会狂妄自大呢？对。那正言上人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句话呢，阐述的更清楚，更容易懂上人说，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以真实法为尊，以一圣真实为妙法为尊。这个意思更清楚了，更浅显易懂了。所以佛陀可以讲唯我独尊，但是我们凡夫如果讲唯我独尊，那就是妄自尊大。我这个人很狂妄讲唯我独尊狂妄到了独尊的地步那妄自尊大是强调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大本事或真本事，但却十分傲慢，自以为了不起所以我们凡夫不能讲唯我独尊会让人家误会我们是狂妄自大。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大家会更豁然开朗。这样解释更口语化，天上天下只有自己亲信的本性跟佛性可以让我们做依靠，包括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做依靠。为什么？就要解释清楚，要不然他误会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依靠为什么？因为佛陀自己都跟弟子们强调，要依法不依人也就是要依靠教法，而不是依靠教师。这句话也要好好解释，不能误解只能靠教法，不能靠教师那这样讲也不能靠法师的嘛，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教师不重要而是教法更重要。法也是要靠人来传授的嘛，法师就是要传法嘛，我们也是要靠师父但人有一天会不在，法却亘古今不变所以要依人也要依法，但是依人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这以前我们读书也有提到过了因为佛陀在入灭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佛陀说知一子，法一子，莫依一子。好像前几集的读书会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重点提一下了意思就是说，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不要依靠外来神力、神教、外道或者怪力乱神，不能依靠这些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要先靠自己，不能只会祈求佛菩萨救你你自己却不救自己那为什么说你不肯救自己呢？为什么呢？贪念不去除嗔恨心不去除坏习惯不改那张嘴老是口吐毒舌，乱骂人乱批评别人爱搬弄是非，或者口是心非，或者言不及义，或者很爱生气等等，竹凡不及被宰这样佛菩萨要怎么救我们呢？我们不先救自己，那佛菩萨哪有办法来救我们呢？以前不是讲吗？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嘛，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皈依自信三宝这个道理我们要理解了啊。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啊：满招损，谦受益，6个字而已啦啊。意思是说，自满于眼前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跟灾害。保持谦逊，并时时感到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啊。那把它讲得更浅白一点，就是自满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大家一听得懂啊，也就是近似语讲的啦：人因自觉而成长，人因自满而堕落啊。这样一听大家就更容易懂了啊。所以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这个叫做骄，也就是卑劣慢。有本事而自视甚高啊，这个叫做傲，也就是真上慢。骄跟傲两个都是我慢啊，都是修行的障碍之一啦。常常自认自己没有错，即使有错，那也是别人的错，或是我不必改，要改是别人先改。那这样子的心态就是我慢啊。以这种心态来对付别人，对外那变成卑劣慢啊，这也是习气的一种啊。其实人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对自己不满意或不能接受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情况恶化时，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壮大自己啊。这一种的心理现象叫做自卑。那因为自卑而衍生为自大，一旦用行为表现出来呢，这样也叫做卑劣慢。还有一种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呢，而且还坚持己见，甚至排斥别人呢，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厉害的样子啊，这个也叫做卑劣慢啊。其实呢，刚刚不是讲我慢跟卑劣慢吗？我慢听起来啊就已经很不好听的了，卑劣慢听起来更可怕，就好像听到肝硬化还不是很害怕，听到肝癌这个就很可怕一样的道理啊。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习气啊。刚刚上面曹操说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解释一下哦。以高山来讲啊，不只是石头、沙砾啊，不只是花草树木，也不只是虫鸣鸟兽，通通接受。风来了我欢迎，雨来了我迎接，凡是投奔我的，通通来者不拒啊！即使是最凶恶的豺狼虎豹，最温顺的小花小草，都是我的嘉宾，都是我的贵客，都是我的子民。我们都礼敬诸佛，以礼待之啊！因为是这样的心胸跟气度呢，所以高山才能够高山仰止啊，高山抬起来，高山仰止啊，巍峨挺拔那大海也是一样，能成为大海，那是因为海纳百川金鱼、鲨鱼、小鱼、海龟、海藻、贝壳、小生物，通通接受。甚至呢，污泥、浊水、废弃物、沉船、腐尸等等呢，大海都张开双臂啊，敞开胸怀啊，全部给予拥抱，可比给包容了。因为就是这样的深不见底啦，所以海才能够纳百川、纳百物啊！你看，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曹操说的，你看多有智慧，所以才说应该也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人间的非凡人呐，不是普通人呐。登泰山而小天下，有这句话啊，就是指人的眼界跟视野呢，格局要不断的去寻求突破，超越自我，常常让自己站在制高点，才能够视野宽广啊，才能够以超然的心境呢来观看世间的变幻跟纷扰，而我们自己也能不受其扰，看得到，但是不会被它影响啊。还有一句类似的成语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3个层面来解释你看，第一个我们朝字面解释
登高必自卑嘛，啊，你登高山必须从低处开始爬起呀，啊，那个行远必自啊，你走远路也要从近处开始走起嘛，啊，这是比喻说做事情呢要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来啊，不要一步想登天呐，啊，就是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啦。那这个跟我们今晚的主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相互辉映的。啊，刚刚这个是字面解释啊，现在广义来解释呢，也可以解释得很好。登上高山才发现自己的渺小。刚刚不是讲吗？登泰山的小天下吗？对，那学的这个走得越远呢，越发现走得不够。也可以把它延伸解释哦，就是什么？学的越多，越觉得学然后志不足啊。你不学，可能觉得自己很自满；学了才发现说学不完啊。那做的越多，越觉得做不够，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前几天，正言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有一句开示很发人深省啊，也很有意思啊，我赶快把它记下来啊。上人说啊，不管你退休了没有，千万不要有退休的念头，因为退就是不进，休就是作废。醍醐灌顶的真言很有道理啊。东西一旦作废就是废物，人一旦作废就是废人。我们不但不做废人，还要做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啊。而要有效发挥功能与良能呢，就要学习如何从大处去着眼，如何从小事去着手，能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出神入化。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